你有沒有曾經已讀不回別人呢？不是故意，就是忙到忘記，結果隔天對方傳來一句，是不是我做錯什麼？你心裡想，沒有啦，我只是睡着了。可是人很有趣，只要對方沉默，我們就開始自己寫劇本。神也是，人生一不順，我們第一個念頭就是神是不是不愛我了？工作不順，神是不是離開我？禱告沒回應，神是不是沒在聽？生病了，是不是我信心不夠啊？我們超會腦補。今天這段經文就是神親自澄清這個誤會。前面哥哥的大軍已經被神擊敗，全世界都看見神的大能，大家以為故事結束了，結果神突然把鏡頭拉回以色列。他說，列國必知道以色列家被辱，是因自己的罪孽。等一下，不是神太弱，不是神打輸了，是人先離開神。這就像有人每天熬夜炸雞、蒸奶、零運動，最後漸漸紅字，卻說醫生怎麼不保佑我？不是醫生害的，是生活方式害的哦。很多時候我們也把自己的選擇怪到神頭上，然後呢，神接着說了一句讓人鼻酸的話，他承認，我曾掩面不顧他們。很多人讀到這句會害怕但別忘了下一句，神說他如今要憐憫他的百姓，要使他們歸回。原來神的沉默不是永遠的放棄，而是期待人回頭。有沒有發現，小時候爸爸媽媽生氣，最可怕的不是罵你，是突然安靜，你就知道完了，事情大條了。沉默有時候不是沒有愛，而是希望對方真正醒過來。神也是，他不是享受懲罰，他是一直期待恢復。可是故事還沒完，神說他要把百姓重新帶回來，而且不再讓他們羞愧。我超喜歡羞愧這2個字，因為今天很多人最大的痛苦不是失敗，而是一直活在失敗裡。有人30歲還在懊悔20歲的決定，有人40歲還在責怪原生家庭有人50歲每次聊到都說，如果當年。人生一直停留在如果，神卻一直帶人走向現在。福音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假裝沒犯錯，而是神願意重新開始。很多人以為信耶穌就是一直被提醒你以前很糟，不是，神反而一直說你現在可以重新活，這就是恩典。然後高潮來了，最後一節神說，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，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。注意哦，神最後送的不是黃金，不是房子，不是升官，不是中樂透，而是他自己的靈。如果今天有人送你1億元，很開心，可是如果送完隔天人跑了，你還是會沒有安全感。神知道人真正需要的不只是禮物，而是他的同在。今天的人很忙，手機沒電比靈命沒電還緊張， WiFi 斷線5分鐘就開始懷疑人生。可是好多人跟神斷線5個月還覺得很正常，難怪心裡一直空空的。因為人不是靠娛樂活着，也不是靠掌聲活着，人真正活着是因為神的靈住在裡面。我認識一位弟兄，公司倒閉，房子賣掉，很多朋友以為他一定崩溃，結果他居然笑着說，錢少了，但我跟神更近了。那一刻我才懂，真正的平安不是事情都解決，而是神住在心裡。以西結最後不是停在戰爭，不是停在審判，而是停在同在。因为神最終的目的從來不是證明自己有多厲害，而是讓他的百姓重新回家。今天也許你也一直覺得神很安靜，可是也許不是神走遠了，
而是神正在等你轉身，因為只要你願意回來，他不是拿着賬本等你，他是張開雙手等你。真正的結局不是你跌倒多少次，而是你願不願意再一次走向神。金句：神最大的恩典不是讓人從此沒有風浪，而是在每一次回轉時都用他的同在迎接你。真正改變生命的不是環境變好，而是神的靈住進你的心。